注意听了，有一个买股票的骗局，你可能已经深陷其中，但却不以为然。同样的错误犯了第一次，很心痛，但你却因为被洗脑了，所以只会一错再错，直到赔掉所有的钱。你是不是以为投资股票就是要低买高卖？你是不是以为想要长期在股市里面赚到钱，就是要长期持有？那我想要问你，如果你不能买在最低的位置，然后卖在最高的位置，那怎么办呢？比如说2020年，我们的美股大盘下跌了 17%， 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出来告诉你，是时候捞底了，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信号，因为有一根像雷神锤子一样的 K 线，每一次股价暴跌，只要看到这个雷神之锤呢，就会反弹。结果你在这一天买入了股票，然后很快，也就是3天左右，股价还真的反弹了 10% 左右。这个时候你有2个选择，第一，卖出股票，然后获利 10%， 而第二，也就是大部分人的选择，由于没有水晶球，你不能预测未来的关系呢，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底部，所以大部分的人会不卖，继续的持有股票，而结果呢，整个大盘再暴跌了 25%。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肯定会很聪明，在这3天之内就可以做到一个低买高卖，赚到 10% 的交易呢？但很抱歉，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无论你是选择卖出股票，还是继续的持有股票，长期来说你一定是亏钱的。为什么？你思考一下，这笔交易你赢的话是 10%， 这个是你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你输的话，你就会亏 25%， 这个就是你的亏损率，对吧？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数学去看，回报和风险就是1比 2.5，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今天我们去抛硬币，在正反面，你赢了我给你1块，你输了你就要给我 2.5 块。长期来说呢，你觉得最后赢钱的人是谁呢？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我们再夸张一点啊，你赢的话我给你1块，但是你输的话你就要给我1个亿。就算你能赢99次，甚至9999次，我也就给你99块，或者是9999块，对吧？但只要我赢1次，你就要给我1个亿，你怎么跟我玩呢？也就是说，从你一开始低买高卖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注定了你赢钱只会赢一颗糖果。你吃到糖果的当下是很开心的，而当你输钱呢，你却会亏掉一个糖果的工厂。这个时候你还能够笑得出来吗？而这个时候最不负责任的话，就是教你长期持有。OK， 先不说在经济萧条期间，有大量的大型股也已经要倒闭了，比如说08年的雷曼兄弟，再到最近的一些银行股破产啊，房地产商破产啊，我们都不要提，因为有可能是特例嘛。那我们就看一下美股的大盘。如果07年的金融危机你不能躲开的话，首先你要经历的就是财富至少亏掉1半，而第二件事情要在什么时候回本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整整6年之后。注意，我只是说回本啊，还没有开始赚到钱。那单看图片，你很难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你看看真正的历史，轻则是倾家荡产，而严重的就是在高处多下。我说的是生命，而原因往往就是没有卖在最高点，又或者没有买在最低点。而最恶心的是，有的人明明有了几套房子，因为没有做到低买高卖，导致了被套牢，需要卖房卖车，结果整整耗了6年的时间，以为回本了，结果房价已经涨得不见踪影。而他们如果再一次遇到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也会有2个选择的。第一，不再去碰股票，也就是财富被大洗牌了，被掠夺了他们的财富了。第二，再错一次，继续的去抄底，继续的去预判买在最低卖在最高，而结果就是他们有可能成功的低买高卖，但却因为长期玩着赢1块钱输掉1个亿的游戏，导致了再一次把这6年翻身累积回来的财富又一次被掠夺了。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想说的是，我没有要取笑或者讽刺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思考一下，在股票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亏钱的。那么问题来了，钱到底去哪了呢？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做到这少数赢钱的人呢？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让无论是股票新手，还是一直以来输钱多于赢钱的老股民，可以在一念之间，源源不绝的长期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的方法。
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记着，无论你是股票的新手还是老手，你想要长期来说是赚钱而不是亏钱的话，有3大法则。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你都是在靠运气去投资股票的，而靠运气的结果呢，历史告诉我们，不是亏钱就是被套牢，不是破产就是轻生的悲剧。所以第一，为这部影片点赞，因为这是我赖以为生的股票赚钱技巧，我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了，希望你可以为我点赞撑腰。那这开玩笑啊，记着，第一，你必须要制定好一个买卖的法则，你不但要在最佳的时间点买入股票，还要告诉自己该什么时候卖出股票。好的情况呢是如何锁定利润，坏的情况呢要如何避免损失。而第二，如何让自己赢1个亿，然后最多亏1块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懂得判断大盘什么时候见顶，什么时候见底。因为如果大盘下跌了，有3/4的股票都会跟着下跌的。先说第一个买卖的法则，只有2个选择，左侧交易跟右侧交易。很简单的，还是看08年的这个图。左侧交易呢，就是刚才说的，也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交易技巧。别人恐慌，我贪婪，他们会在左边，也就是股票开始下跌的时候购买股票，所以就叫做左侧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尝试去抄底，低买高卖，在股票开始上涨之前买入。比如说，他们会去评估一只股票的价值，假设这只股票价值100块，可是现在因为市场恐慌性的情绪，导致它跌了50%，也就是剩下50块，那远远低于了它本身的价值，所以就可以买入，哪怕它后面跌到了30块、20块，甚至是10块也没关系的，因为这些呢都是他们买入的机会，越跌就越买，因为越下跌，在他们的眼里看来就代表了越便宜。所以可能他们会有100万的本金，在50块的时候，他们会拿出10万出来买股票；跌到30块的时候，他们会拿出30万来加仓；跌到20块的时候，就会再拿30万来加仓；跌到10块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金额 all in。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股票回归到他们本来的价值，也就是从50块、30块、20块涨回原来的100块，他们就可以有很丰厚的利润。那这种向下加仓的左侧交易者呢，他们的回报和亏损率会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你在股价100块的时候，你投了100块的本金出去买了这只股票，现在股价跌了1块，你可能就亏损了1万，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投入100万的本金进去，那么股价如果再跌1块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要亏2万了，因为你加仓了，你加大了注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投了100万的本金进去，也就是你在100块、99块、98块都分别投了100万，那么你的平均买入成本呢就是99块，然后一共投了300万。那么只要股价涨得比99块高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简单来说，这种投资策略很大机会的结果就是，假设股市下跌了10%。你可能就会亏20%，比整个股市里面跌得多。相反，股市上涨10%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赚20%，这个是很理想的情况。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当股市的大盘下跌的时候，有3/4以上的股票都会跟着大盘下跌的。而当股市大盘上涨的时候，这3/4已经下跌的股票，不见得每一只都会跟随着大盘涨回去，它可能也会涨，但大盘涨10%，它可能只会涨5%。所以大部分的人如果用这种左侧交易的方法，就只有一个结果：当每一次股市大盘不好的时候，他们的股票也会跟着大盘下跌，所以就会出现亏损和被套牢。而当股市大盘再一次变好的时候，他们的股票虽然也会跟着股市大盘去涨，但问题是涨的幅度跟不上整个大盘市场。而当他们以为可以回本、可以解套的时候，股市又开始下跌了。这一次，他们的股票又跟着大盘下跌，亏损甚至比以前更大。就是这样不断的轮回，跌的比涨回来的还要多。这样的结果是你想要的吗？当然，有很多左侧交易很厉害的人，但说实话，我认识的这种人呢，都是大型的机构，比如说基金的经理啊、大户啊，因为他们知道的市场信息呢比我们多，他们才知道什么股票是真正的被低估的。记着，这个被低估的股票说的是价值，不是价格，而且他们的资金量比我们大了无数倍，
所以他们才可以和需要在左侧，也就是股价下跌的时候才买入股票。而大多数的股民呢，真实的情况不是被套牢了，就是每一次亏的比上一次都要多。可是这些人却还是有非常强烈的信念感，因为他们被洗脑了。只有长期持有这样的投资股票方法才能赚到钱。他们相信长期主义者必得最后的胜利，可他们居然没有发现的是，他们是长期亏损，而不是长期赚钱。这样下去，他们只是在亏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比原地踏步还要惨。所以，如果你想要摆脱这种在股市里面一直亏钱的状态，如果你想要真正能够透过投资股票，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下多赚一份长期的被动收入，如果你希望可以透过投资股票让你在大城市蛋黄区买车买房的话，我准备了一个价值$1000的2023最新的股票投资班给你。但现在只要你有订阅和为我点赞，我不用你花1000、100，甚至连$1都不用，直接免费让你报名去学。那么不想要错过的，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的去报名啊！而如何一念之间从一直被套牢变成赚到钱就跑，从一直长期亏钱的状态摇身一变变成长期赚钱的状态呢？很简单，就是把思维翻转过来。因为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而行为决定了你的结果。最适合我们散户的方法是右侧的交易。散户指的，就算我有7、8位数美金的身价，我都只是一个散户啊。因为我们一个人的交易行为呢，不会影响到股价一点点的波动，所以我们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其实买股票跟选美一样，所有的人都说那个女生好看，那她就是好看的。只有你一个人说另一个女生很好看，是影响不到选美的结果的。就算那个你看好的女生是真的被低估了，但也只有你知道。同理，我们买股票，一只股票一直涨，那肯定就是得到了市场大量资金的追捧。为什么大家会追捧它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就算你觉得已经很贵了，也还会有人买。而我问你一件事情，我们买股票为的是什么？赚钱而已嘛。你找一只只有你认为被低估的股票有什么用呢？就算它真的被低估了，那又什么时候才能被大众，也就是其他人发现呢？10年、20年，还是到你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发现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顺势而为，也就是右侧的交易。我们不会去预测市场什么时候到底或是到顶，而是说等到市场给出了答案，当趋势出现了转折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趋势去进行操作。比如说股价已经停止下跌了，已经掉头上涨了，我们才买进股票。而在股市里面出现泡沫的时候，不是频繁的预测顶部，也就是最高的位置，而是被市场警告，接收到股票有可能会崩盘的信号的时候，就马上卖出股票。我们接受次高的价格，但不会去追求最高的价格。我们看起来很傻，可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但能保住本金，而且还能长期的这样获利下去。因为在股市里面有3/4的时间都是赚不到钱，甚至是亏钱的。什么意思呢？还是看08年的图片，绿色这一条线呢是一个顶部，我们在这里进行任何的交易都只能赚波幅，因为它到顶了，不会再涨上去了。所以一般我们接收到股市已经处于山顶的信号，我们就会卖出所有的股票，而不是去买入股票，因为接下来它就要下跌了，然后它就会进入到熊市，也就是这里刚才说的左侧交易，就是在这里买入。可是如果你理性一点的话，这里任何一个位置去买，你后面都是亏钱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在下跌趋势形成的时候去买入任何的股票。那这里底部是不是就能够买入股票呢？不能，因为我们当时是不能预测这是不是一个底部的，它有可能只是反弹一下，然后就继续跌下去了，又有可能呢一直横盘，不涨也不跌，我们不知道，但也会让我们输了很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小的波幅呢，我们也很容易亏钱的。所以这3个时间点都不适合我们买入股票，唯独在右侧，我们无论怎么买，我们都能够赚到钱，因为这个是牛市，尤其是现在美联储升息呢已经基本到达了尾声，尤其是很快就会迎来美国总统的大选，很多有利于经济的政策将会推出。这不是我说的啊，而是股市的大盘。聪明的人呢已经提前布局股市了，所以美股大盘已经慢慢的从红色的下跌趋势变成了现在绿色的上涨趋势。
那么如果你希望有系统的去学习股票赚钱的技巧，不想要起早贪黑的上班，然后存到的钱因为通胀而不断的贬值，越努力越穷的话，还是建议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这个免费的股票培训班。就算你没有任何的金融知识，没有时间去盯盘看股市，也完全可以学会长期在股市盈利的方法。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你学会看什么财报啊，算什么估值啊等等的，你只需要按照我的系统设定好止损和止盈，就可以自动的买入和卖出。投资股票呢是一辈子的事，在你70、80岁的时候呢，你依然可以用我们的方法赚到钱。所以越晚去学，你越晚就赚到钱。长期下来，这些你本该赚到的钱，就是你人生里面最大的亏损。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这个免费的股票培训班吧。所以右侧交易的买卖策略呢，就是追涨杀跌。当然，我不是在批评左侧交易啊。事实上，在房地产投资上面，我就是低买高卖的人，而不是越涨越买的。比如说，房价越跌，我就越买，因为本来我买不起的房子呢，现在因为跌了很多，所以才买得起。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房地产的资讯透明度比股市多得多。你一家公司是赚钱还是亏钱，有没有假账，有什么营销策略，我都不知道。但一个房子，它的地段配套以及将来的发展潜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很奇怪的事情，大部分的人却是股票越跌越买，房价越跌越不敢买。那么有的人就会说，追涨杀跌的买卖方法也会被套牢啊。比如说，假设你10块买进这只股票，当它涨到了12块的时候，你担心大盘见顶，选择卖出股票，但股市还是继续上涨，这个时候股票也涨到了13块，你后悔了，所以买回来，结果股价还是继续的上涨，到了15块你又后悔了，还是逢高卖出，结果股价还是上涨，17块你又买回来，然后股价到了20块，你又卖出，然后22块又买回来，但是后来股价开始下跌了，到21块的时候你又不舍得卖，20块的时候你还是不舍得卖，结果跌到19、18就被套牢了。这就是大部分人也会被套牢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卖出的策略。而我们的做法是10块买进股票之后，在9块设定好自动的止损，当股价涨到12块的时候，我们就将止损位提高到11块，股价涨到15块的时候，停损位就提高到14块，当股价涨到22块的时候呢，止损位就提高到19块。当股价往回跌到20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时刻准备跌到19块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自动的卖出股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在买入股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10块买进，我9块就会止损，我的风险呢最多就是1块。简单来说，我亏钱的话，最多就只是亏1块。可一旦用了我们免费投资班里面的方法，捕捉到股价暴涨的升势，我就可以赚到15块、20块，甚至100块的利润。那么拿1块去换20块、100块，这样的交易长期做下去，就一定能够赚到钱。而且这1块甚至不用给，只要每一次股价涨上去，我就会提升我的止损位置。这个就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免费投资班呢会更详细的教，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这个就是第2法则，让自己赢1个亿，然后最多只亏1块钱。所以很多左侧交易的人呢，在大盘上扬的周期里面赚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可是等到大盘陷入到熊市了，再吐出所有的利益，就好像坐电梯一路向上的到最高层之后，电梯失灵了，一直堕落到底层。而我们的做法就是在电梯上升的过程里面中途离开电梯，这样的方法呢，在股市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一样赚到钱，而股市差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亏损一点点。如果长期这样发展的话，我们的回报就好像爬山一样，走得快的时候停一停，慢慢走，然后又可以很快的爬一段路，然后又停一停，慢慢的走，持续的向上。那第3条法则呢，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股市的大盘。为什么？买入一只股票不就是已经万事大吉了吗？先说一下什么是大盘吧，就是股市的领先指数，比如说美国的标普500、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香港的恒生指数、台股的大盘加权指数等等。当这些指数见顶了，随后就会急转向下，步入了熊市的行情。而这个时候，不管你认为股票是好还是坏，都会追随着大盘而下跌，甚至崩盘，一蹶不振。这一点呢，居然很多人，而且是投资股票很多年的人都不知道的。当股票大盘崩盘了，有超过3/4的股票都会跟着下跌的。也就是说，
无论你选的股票盈利有多好，有多厉害，甚至有多垄断整个市场，它都会有高于75%的几率跟着大盘下跌的，而且很多甚至会跌得比大盘更厉害。比如说大盘只是下跌了20%左右，这些股票甚至可能会跌到40%到75%。更糟糕的是，很多股票可能会因此无法恢复，甚至花上好几年才能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拿中国大陆垄断市场，当年非常多人喜欢的阿里巴巴来说，它是当年的龙头股、蓝筹股，稳到不行的。但自从美国升息，大盘跌了25%，而阿里巴巴就从317块美金跌到了最低54块美金左右，跌了81%，到现在还在低位徘徊。以前你认为的大牛股，现在却变得一蹶不振。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判断，什么是股票大盘有机会到达顶部的信号，还有在股票大盘转势下跌之前的信号，以及股市大盘有机会到达底部的信号，还有股市已经转势在上涨的信号。这些我会用50天平均线、150天平均线还有200天平均线来判断。很简单，想详细学习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报名免费的股票投资班，又或者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好了，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可以帮助你一念之间摆脱套牢，甚至从一个一无所知的股票小白学到股票长期赚钱的核心方法和规则。记着，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就要学会把握市场的动向。那么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